关注人工智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键盘上的上档键。前面几集我们详细讨论了一个神经元，确切说是一个人工神经元的结构，以及如何用这个神经元来模拟语门和货门。之后我们还讨论了前馈神经网络，以及如何用一个最简单的2层的前馈神经网络来模拟易货。但是在之前的几集里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把神经元是如何变成语门货门的这个过程其实是忽略掉的。我们在那几期视频里面是直接给出了答案的，也就是直接给出了神经元的参数。还记得神经元的数学模型吗？我们最近几乎每一集都会提到它，对，就是这个 y 等于 f大括号里西格玛 i 从0到 n wi 乘以 xi。 我们知道一个神经元是变成语门货门，还是组成神经网络变成易货，都取决于这个公式里面的 wi， 也就是神经元输入的权重以及偏置 b。 今天之后的几集我们就会讨论在前面几集中被跳过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是机器学习里面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机器它是怎么学习的，也就是神经网络中各个神经元的参数 wi 和 b 是如何被确定的。顺便提一下，这里权重 wi 和偏置 b 的数量就是一个神经网络的参数的数量。比如我们说 ChatGPT 4 参数数量是 1.8 万亿个，指的就是 wi 和 b 的数量是 1.8 万亿个。为了更好的讲述机器是如何学习的，也就是这些参数是如何确定的，今天我们这一集需要先做一个铺垫，讲一点点数学。对的，数学。不过大家需要了解的是其中的概念，不需要计算，计算那是计算机的事情。了解概念，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可以调用计算机的指令去做计算了。计算机底层的计算几乎是从来不会出错的，除非你给出它的指令就是错的。那今天介绍的数学是什么呢？就是导数、偏导和梯度以及梯度下降法。大家不用担心啊，这些概念都非常简单，一说就能够说明白的。之前我们在聊激活函数的那一集里面已经聊到了导数，导数就可以简单的理解成一条曲线上面的斜率啊，就像这幅图啊。这里面呢，曲线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y 等于 fx， 在这个曲线上的导数，那么就可以写成 dy 除以 dx。那么需要强调一下的是，这里只是换了一个写法而已 ，fx 的导数只是写成了 dy 除以 dx 而已，不必过多的去解读。知道了导数 dy 除以 dx 就是斜率，那该怎么计算呢？我们可以把这条曲线想象成一座山和山谷有一个上下山的台阶，那么依山势而建，山势平坦的地方每一个楼梯就又宽又矮，山势陡峭的地方每一个楼梯就又窄又高。那么我们可以把山的水平方向看成是 x， 把垂直方向看成 y， 那么楼梯向前的水平距离就是 x 增值，那么我们把它写作 delta x， 那么垂直方向上增加的这个值就是 delta y。那么显然此时此刻你脚下的这座山的山坡的斜率就可以写成 delta y 除以 delta x， 也就是此地的斜率 delta x delta y 除以 delta x， 也就是山谷这条曲线在该点的导数的值就是 delta y 除以 delta x， 数学上就写成 dy 除以 dx， 这就是导数啦，是不是很简单啊？但是现实世界比这个要稍微复杂一点点，那就是现实世界是3维的，山是有高度的，但是山底却是一个2维的平面。它如果平面的话，它就有坐标 x1 还有坐标 x2， 也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但是这个是个非常自然的事情啊，所有的人都非常熟悉山底是一个平面。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有导数吗？那是肯定的。
只不过因为现在 y 有2个变量 x1 和 x2，而不是之前的一个变量 x，所以导数的名称呢也会稍微改变一下，它就不叫导数了，它就叫做偏导。偏导这个词啊，我们一听就知道，这个是对好几个变量中的一个求的导数，就叫偏导。那么数学符号呢，就是写成偏 y 除以偏 x。那么如果我们对 x1 求偏导，就是偏 y 除以偏 x1；如果对 x2 求偏导，那就是偏 y 除以偏 x2。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刚才的地方有一个旋转了180度的小 e， 那么这个英语呢，它就读作 partial。也就是部分的意思。那么在中文里面呢，一般就直接读作偏，比如说偏 y 除以偏 x1。那求偏导数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还记得之前说过的导数吗？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导数的意思是某条曲线上某点的斜率。那现在整个底不再是一条线了，而是一个平面了，有 x1 又有 x2。那么这个斜率怎么计算呢？简单啊，我们只要固定了 x2，这样子，一刀切下来，就可以把这个图形切出一个和刚才一样的一条曲线了，对不对？我们也可以把它想象成在一座山上，山它是有面的，对不对？那么在这座山上修一个楼梯，那么这个楼梯呢是完全东西向的一点也不歪。这个时候呢，这个依山势而建的东西向的这样子的一个楼梯连起来，不就变成了一条曲线了吗？那么它的底就不是一个面了，而是一条线。那么东西向建的就是正 x1 这个方向要计算这条曲线上某点的斜率，就完全和之前的求导问题一模一样了。那么我们在规定东西方向如果是 x2，那么这个时候偏 y 除以偏 x1 就是切开的这条曲线上的斜率，也就是这个楼梯曲线上某个楼梯的高和宽的比值。那么之前的 delta y 除以 delta x 是一模一样的。同样，对于 y 对 x2 的偏导，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在一个完全正南正北方向上建立一个爬上去的楼梯再下来的这样子一个楼梯就是这样子。那么偏 y 除以偏 x2 的意思就是这条南北向顺着山势而建的楼梯上的某个台阶的高和它的宽的比值，同样也是 delta y 除以 delta x。当然了，这条南北向的楼梯和这条东西向的楼梯，它完全是2条不同的路，这是很自然，大家想象就能想象出来的。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偏导有什么用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爬过野山，就是那种完全没有路的山我们来想象一个场景就是你站在一座野山的某个地方，而这座山被非常茂密高大的原始森林完全覆盖，它的植被是如此的茂密，以至于你眼前只能看到树枝、树叶和灌木丛，你看不到半米以外的任何东西。在这样的场景下，你需要下山，请问你会怎么做呢？一般人的做法也是唯一的做法是伸出一只脚点一点周围的地感觉一下哪边是下坡哪边是上坡，然后在下坡的那边找一个下坡最快的地方，这时候你再往前走一步你就下坡了，至少对不对？之后重复上面的动作和判断你就每次你都找一个下坡最快的地方，一步一步的往下走慢慢的你就希望能够走到山谷了。聪明如你，其实就已经发明了数学上的一个算法，它的名字就叫做梯度下降法。梯度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呢，梯度这个词呢是数学上的一个黑话，自以为有学问的人呢，他们就把这种黑话称之为术语其实这就是山上某个地方上坡最快的地方如果你把山的表面看成是一个曲面，那么梯度就是这个曲面上某一点斜率最高的地方这个也就是 y 值增长最大的地方，这个就叫做梯度。
梯度下降就是把上坡最快的方向反过来，也就是负的梯度，下坡最快的方向了。当你在这个曲面的某个位置上找到下坡最快的方向，然后往前迈一步然后之后呢，你再在新的地方再找一下新的位置的这个梯度的反方向，也就是下坡最快的地方，再迈一步，如此往复，你就可以到达山底，也就是这个曲面的最底端。那么我们通常就称之为这个曲面的最小值的地方。在大山之中我们可以靠自己的脚来感觉判断，哪边是上坡，哪边是下坡，哪边是下坡最快的地方。但是一个纯粹由数学公式组成的这么一个曲面，我们该如何来计算梯度呢？也就是寻找上坡下坡最快的地方呢？其实呢也很简单，数学家呢早都替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了那么假设我们有一个曲面，那么 y， 我们就把这个曲面写成 y 等于 f， 那么括号里面是 x1 和 x2， 它表示由 x1 和 x2 两个变量组成的一个函数，也就是一个曲面。那么这个函数某点的梯度，那么对应的就是 y 对 x1 和 x2 分别求偏导以后组成的向量的方向。那么用数学的表达式写的话，就是这个梯度的方向和大小就是偏 y 除以偏 x1，偏 y 除以偏 x2， 然后把它放在括号里面。这里面把 y 对 x1 和 y 对 x2 的偏导放在小括号里面，表示它是一个向量，也就是由这两个偏导的值组成的一个有方向的和有长度的这么一个箭头，是不是非常简单？会计算梯度以后，我们就可以从某个函数的任意一点出发，一步一步的去寻找它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了，就像在一座大山的表面，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的情况下去寻找山顶和山谷是一模一样的。在我们这个例子里面，变量是两个 x1 和 x2，用大山做比喻的话，它们就如同地面上东西向的横坐标和南北向的纵坐标但是在机器学习的世界里面，更加一般的变量的数量是绝对不止2个的，它们往往动辄数以10万计比如说语言文字矢量化以后，它就是一个10万维的矢量空间，也就是10万个变量。2024年以后，更加通用的大模型的参数数量都是以万亿来计算的，也就是说有数以万亿计的变量。之前我们讨论过，变量的数量就是函数的维度，而多维的情况，你千万不要去想它，你是想不出来的，任何人类都是想不出来的，你只要知道它是括号里面的几个数字而已，仅此而已。10万维就是括号里面10万个数字，2万亿维度不过是括号里面2万亿个数字嘛，对不对？非常简单。同样，对于多维变量的梯度计算也是非常直观的，只要一个一个求偏导计算过来就好了，然后把它放在一个大括号里面，把它认为是一个向量就可以了。就比如这样，大括号里面偏 y 除以偏 x1， 偏 y 除以偏 x2， 偏 y 除以偏 x3， 偏 y 除以偏 x4， 偏 y 除以偏 x5， 偏 y 除以偏 x6， 等等等等等等这里有几个变量，就算几次偏导，然后把它排在一起放在括号里面，也就组成了一个多维向量这就是多维空间中偏导的计算了。了解了以后呢，其实一点都不难，对不对？我们已经会算偏导向量，会算梯度了，对不对？但是计算很复杂呀。计算这种事情留给计算机就好了，它的效率是人的上万亿倍，在人工智能的世界里面不存在手算的恰恰是信息产业它的算力在过去的40年中呈指数的飞速发展，才使得人工智能变得有可能。对人类而言，重要的是搞清楚概念，计算的事情早都不是人类该操心的事情了。
梯度下降法是寻找复杂函数最小值或者最大值的一个经典方法，它非常的直观，也很好用，但是缺点也非常明显。那么我们就来举个例子，大山的出现往往是伴随着起伏连绵的山脉的。当你身处在群山峻岭之中的时候，你拿脚去试的是你脚下的山坡是上坡还是下坡，然后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可以想象，很显然最终你到达的是你附近的一个山谷或者山峰，而不是整个连绵不绝的整个山脉的最高峰或者最低谷。用数学的语言来说，就是你得到的是一个局部最大值或者局部最小值，而不是一个全局最大值或者全局最小值。这就是梯度下降法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么除此之外呢，它还有对异常数据过于灵敏这种一些问题。当然了，针对这些问题，科学家和数学家也是绞尽脑汁，总是想着法儿的去解决的。那么就像激活函数它有很多的变种一样，梯度下降法也是有很多变种的。那么除了梯度下降法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比如说 K-R 散度法啊等等。那么其中一些方法呢，我们会在之后的章节和大家做进一步的介绍，还请大家关注哦。那么在本集接近尾声的时候，肯定有朋友会问啊，我们今天学的东西跟机器学习有什么关系啊？那么自然肯定是密切相关了。不过今天我们先按下不表，等到之后几集我们把其他的概念都讲完了，那么我们再和观众朋友们一起说。所以这个问题就先留给聪明的观众朋友们自己先思考一下了。好，最后感谢您的观看，还麻烦您高抬贵手，点赞关注，欢迎在评论区留言。那么我们下期再会。